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评分 8.4， 热度破9500，赵丽颖新剧究竟多么惊艳？今年夏天火了一部《幸福到万家》，85后大花赵丽颖转型演农村剧，瞬间让很多观众刮目相看。关键是人家演得还不错，直到现在，厂长都记得那句“万书记，我不要钱，我只想要一个说法”。瞧，一根筋，认死理，颇有秋菊打官司那味儿。最近，赵丽颖又有新剧开播，豆瓣风向竟然形成了两个阵营，一波夸，因为能接这个剧本，还把角色演活了的赵丽颖和其他同期演员真的不是一个 level 了。一波骂，有人说他发福了，有人吐槽他演技油腻，有人调侃他脸方，状态差。5星和1星的夹击之下，厂长马不停蹄地追起了这部剧。这次赵姐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呢？风吹半夏，这几天风吹半夏实火，不仅收视第一，舆论热度也是居高不下。因为是赵丽颖的新剧，两拨人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剧粉们忙着追剧、刷好评、维护正主，黑粉们则是暗戳戳的打1星、泼脏水，一明一暗，颇有意思。而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观众来说呢，这部剧着实很上头，甚至已经有人中了风吹半夏的毒了。路上看到货车就自动带入剧中角色了。小区解封，还想着让女主角回收废钢板，还有人算女主角到底挣了多少钱，着实是毒性不浅啊。没错，这部时代群像剧讲的就是女主角许半夏倒腾废钢生意的故事。原著小说有一个很大气悲丧的名字，不得往生，而作者安奈我们也很熟悉，欢乐颂、大江大河都挺好，多部正午阳光的口碑力作都是出自他之手。今天这部翻拍成剧之后，原本叫野蛮生长，为了过审才改成柔和一点的风吹半夏。很多人都觉得改得不好，但厂长却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解读：站在底层劳动者的角度是不得往生，站在资本家的角度是野蛮生长，站在时代的角度是风吹半夏。不得不说，妙啊！从名字就能看得出来，这就是一部时代背景下的大女主剧。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和幸福完全不同，左右逢源，八面玲珑，能屈能伸。第1集参加钢材生意盛会，上一秒还面无表情，下一秒见到人就扯起了热情的职业假笑。为了让老板们记住她，挨个房间敲门送礼，而且还都是投其所好。做外贸钢材生意的赵磊、李光洁是一进来，所有人都像看到了大鱼一样围上去敬酒。这边同行们还着急怎么够得上大佬呢，人家许半夏直接就上去抢人了。为了躲酒，他悄悄吩咐小弟换上雪碧，谁知小弟不给力，他只能硬着头皮对瓶吹，着实看懵了一桌子的大男人。96年，一个女人做废钢生意，你想想多不容易。但许半夏就有那股又飒又狠的劲儿。出生中医世家的她，刚出生就没了娘，于是他爸就用一种毒药来给她起名，暗示她生来带毒克死亲妈。所以这女人不好惹。你看她在剧中那小卷发一烫，小跟鞋一穿，小墨镜一戴，整个就是姐很拽，你不配爱。有人疑惑为什么剧中总有人叫她胖子，其实原著中许半夏就是有些胖胖的，机灵又狡黠，还会憋坏。厂长想，内娱最合适的选角其实应该是贾玲，不过那真不太可能。电视剧经过一定的改编之后，增肥10斤后的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形象就这么给立住了，因为她本人身上就带着那股旁若无人、野蛮生长的韧劲儿。第1集发现老公出轨，直接上去暴揍，
大巴掌咔咔的。你说他可爱，他能直接把你的手捏废。合伙做废钢生意，没钱，借，四处借。再婚老父亲也找了，大佬赵磊也找了，同行也找了，银行也找了，房子也抵押了，把身家性命都豁出去，也要干一票大的，野心是真不小。结果到了境外，才发现所谓5万吨钢材的生意其实就是骗局，同行都灰溜溜的回国，他偏要盘算着留在国外蹲点抓骗子，顺便到处找机会。当看到许半夏淡定地给自己的3个老公买皮衣这一幕，笑得厂长肚子疼。大老公赵磊，事业上的灵魂伴侣。讲真，看多了油腻做作的姐弟恋，这种男强女强、势均力敌的成年人之间的男女关系，真的挺带劲儿。二老公苏国栋是安氏，生活上的居家好男人。这个平和温柔的男人，对心上人许半夏那是无微不至的帮助、照顾又呵护啊！他绝对想不到，此时的许半夏正欢快地啃着俄罗斯红肠。三老公陈宇宙黄灯灯是放哪行的超级6边形战士，他是许半夏的死党兼发小。2个人从收破烂到开公司，小陈简直任劳任怨，无所不能，兼任副总经理、商务、公关、行政、人事、临时演员，甚至厨师。这个家不能没有小陈，但他也是这部剧最大的泪点。不被家人待见，被无赖村民打了，还到处陪笑，顶着各种各样的压力，最后还患上了白血病。原著书名不得往生，就和他有关。其实从这也能看出来，这部剧的人物塑造有多绝，各个特点突出，个性鲜明，没有绝对的好人，更没有绝对的反派，每个人的故事线都想让人细细探究一番。全员事业批带感，尤其是赵丽颖，那些说她演技不好的可以闭嘴了。当看到许半夏得知钢材涨价，本来灰暗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，透着绝地逢生、触底反弹的希望的那一刻，厂长也跟着泪目了。如果自己能有许半夏一半的坚强独立、紧握机会不放弃的劲头，也许人生早就逆袭了。想想如今这些创业人，其实远远要比剧中苦，至少那时候还能看到希望。但许半夏这个敢拼敢闯敢赌的角色，或者他周围这群奋力生活的人，还是带给观众一点思考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从来就没有什么上天眷顾，更没有什么贵人相助，你能依靠的只有自己，告诉自己撑下去，撑下去，撑下去。时代和历史的洪流中，我们很渺小，但每个人的小世界里，我们就是最强大的。